Hello， 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进入4月份，春天就是正式已经来临了，许多花草也开始了它们最美的绽放。那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带大家看一下我家花园在4月的景象吧。那我们就先从这一个花园小径说起吧。那这一个是一个半阴的小径，它两侧呢都是我种的果树。最前方的这一个是 Shasta Daisy 大冰菊。大冰菊是一个非常省心的地被以及是前景的植物，它整体不高，大约是30-40公分，大概1尺的样子，很能够开花，花期能持续1-2个月，它还是挺耐旱的。我在这里其实没有很多的给它浇水，它都能够长得很好。其实今年它的体积又在扩大了一些，因为去年呢我是挖了几株到小到了另外一旁。但是它本身还扩大了大概1/3，所以它还是能够很容易自己自播在旁边繁殖的。因此一旦你种了，过1-2年以后，你可以每年把一些小苗挖到花园的其他地方，那它就会慢慢的蔓延开来，能够给不同的地方提供一个前景的装饰。那其实我今天还想介绍一个植物呢，就是后面的这一个金骨草，正在开着一个紫色小花的金骨草。这个金骨草是我前年的时候在 Costco 买的，这样大大的一盘的苗。我把它分散在花园的不同地方，它是非常容易生长。我想我去年也介绍过，但今年它花开的更多了，也长得很茂盛。它是一个很好的地被植物，它是一个耐阴的植物，反而是那种很晒的，它可能对于它来说有点压力太大了 ，too stress。但是在这个半阴的环境，它长得很好。现在这些是它的花。在它旁边的这个就是去年盆栽在这里已经把它地栽的纱织小姐绣球。它的叶片是这样有一点点古铜色的，还是挺特别的，就是在一片绿色里面，它会有一点提供一点对比度，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在纱织小姐后面的这个正在开花的就是我种在这里的大叶杜鹃，它的品种是 Percy Wiseman。去年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地栽的，但是它去年并没有开花。其实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这种一个圆圆的花苞，但是它在这里需要孕育很长的一段时间，从去年的8月到现在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它其实都在孕育花苞。最近它准备要开呢，它就开始显色。这种就是要快开了，然后慢慢的绽放，它能够开成一个球。大叶杜鹃是非常耐阴的植物，大概每天就在3-4点的时候能够有一点太阳直射光，但是并不影响它开花，基本它每个枝头上都是能够有花开出来的。Percy Wiseman 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它的颜色是渐变的。花苞时期是这种非常明艳的粉色，然后随着开放，它的颜色会慢慢变浅，最后能够变成是一个奶油色，然后变成白色。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一个花坛的深处，在很幽暗的地方，它也能够顺利开花。它整体的植株不高，我这一棵种了2年半吧，在这里，它大约也就是70-80厘米的样子，因此它其实还是很适合一个小花园做一个花径使用，特别是这种半阴的花园。叶片很油亮，关于施肥，你可以在它生长的季节定期给它一些酸性的肥料。在 Percy Wiseman 的旁边有一个小碎碎的，正是鼠刺。现在春夏的话，叶子是非常明亮的绿色，它的花穗是白色的。然后在秋天的时候，它能够变成红色。
是一个很长效的花茎植物，我觉得它很棒，而且这个位置其实每天的日照也就顶多1个小时，因此它还是相当的耐阴。在今年的这个小路的另外一侧，我其实还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动，包括这一棵也是一棵大叶杜鹃，它被我挪来挪去，就是过去的2年它都没有很好的生长。这个位置原来是一棵玫瑰，上一任业主居住的时候就很早就种下了，但是随着两边这边果树长起来，在后方的这一排月季其实是真的没有什么阳光，它开花性也不是很好，我就把它挖了，实在是挖出来很费劲，它的根系大概有小腿一样粗，所以费了老劲把它挖出来以后呢，在这个原地我就种了这一个大叶杜鹃，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高大一点的品种，跟刚才的 Percy Weissman 相比，这里还是空间还是挺多的，希望它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除此以外呢，我还把其中一棵花叶的瑞香把它种在这里，因为其实这里一旦是上方的这一棵柿子树它长起来以后，这里大部分时间都很阴暗，曾经在这里种过绣球是完全不可以。但瑞香它其实非常的耐阴，因此我就种了一棵瑞香在这里。那从这条小径出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就是我的爬藤拱门区，旁边还有我的切花花圃，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那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区域，就是我今年设置的一个切花花圃。后面的这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这一个是Charmello 棉花糖洋牡丹，真的非常的可爱，很层层叠叠，花瓣层数很多。在后方一点的呢，那个是不同颜色的，都是洋牡丹。然后在我的前方这里呢，这里是紫罗兰，它们也现在是它的盛花期。然后在4月份的这时候，其实真的感觉很幸福，因为每天都有新的花会长出来。上一期节目呢，我就有讲过我种植洋牡丹的一些心得，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右上方的这一个链接，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说一下是关于这个紫罗兰。紫罗兰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新手友好的可以从种子开始种起的植物。这一批紫罗兰我是从去年10月份的时候开始播种的，大概3天5天它就能够出芽。它经过一整个冬天的生长，然后现在是开花。紫罗兰在我们这边北加州，它其实是整一年都是它的生长季啊。你可以每隔半个月这样去播一个种子，然后当它结束以后，你可以换一批新的，就能够陆续的长出来。这个品种的信息我会放在我的描述栏。它是一个3个颜色的混合的品种，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植株它都是重瓣的，它有单瓣以及重瓣的。不过无论怎么样，紫罗兰它真的是一个花期长，以及是它很耐旱的一个植物，它很适合用来无论是盆栽还是花茎，都是一个很好的植物，我非常的推荐。在后面的这一些呢，这个花圃里面种的是我的金鱼草。金鱼草在北加这里是一个多年生的植物，这一片还没有开花，有一个是即将开花。它第1年开花也许不是很多，但第2年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爆发，我等一下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除了普通的洋牡丹，我也有一些是蝴蝶洋牡丹，但是我把它种植在这个新开辟的一个种植袋里面吧，但它们长得还不是特别好吧，可能是它们种的比较晚了，现在比较的热，就没有长出来很多。不过没关系啦，也就是先尝试一下。我们接下来呢，想给大家看一下正在开花的铁线莲。这棵铁线莲我去年其实种植在朝北的月季花坛里，但是它其实地栽长得不是很好。我其实有发现铁线莲它的介质也许是需要比较疏松透气的。加州这边常见的比较重的莲土，其实也许不是很利于它的生长。因此我就把它挖出来这一个5加仑的盆里，把它盆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阳光也相对好一点，是希望它能够茁壮的成长。
它暂时是附在这一个花架上面，跟后面的微风香水一起共用一个花架。接下来看到的这一棵白色的铁线莲是爱丁堡公爵夫人，它被我种植在这一个小径入口的爬藤架两端。它们长得其实现在已经是第2年了啊，会比去年长高了不少。接下来今年的冬天尝试一下，把它的芽点埋在地下，看能不能长出更多的新枝出来。那说起铁线莲呢，我家的时间最长的元老的铁线莲就是这一棵 HF Young， 它现在还没有开花。我今年相对来说修剪的比较晚，但是大概在1个月前才开始修剪的，但现在它们已经开始蓬勃生长的状态。我已经有3年没有给它换盆了。我虽然今年其实很想换盆，但因为事情太多了，也就耽搁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旁边挖一小洞，然后加一点缓释肥，这样，它似乎还长得不错，有挺多花苞的。它在这一片区域，我通常是会放一些当季的花卉啊。这里呢是紫罗兰，之前是放在种植箱的，我就把它挖出来，因为其实这种不适合切花，这种单瓣的 branch 就是它能够多头的紫罗兰，它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盆栽，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下面的这一个是重瓣的洋水仙，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晚花的品种。那说起洋水仙，其实在它花期以后呢，我会把它们都帮在花园的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让它慢慢的干枯。它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叶子必须要保留相对长的时间进行光合作用，这样它明年才可以复花。这一个其实我是已经种了第3年了，它大概是几年前我在 Trader Joe's 买的盆栽，它每年都能稳定复花。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新的小可爱克美莲，这是我新尝试的一个种球，非常漂亮的白色的小花，看这样很精致，它没有很高。我当初种的话，这个盆对于它来说有点太大了，不过很庆幸它开花了，很漂亮，这个白色的小小的。那在旁边的这个我们叫它土绣球，就是不知名的绣球品种，它居然也已经开始要开花，以及有花苞。正在开花的这一个是天竺葵，这个天竺葵其实很老了，我其实应该要把它修剪了，但一直没有，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实一直都只能在顶端开花，它后面的这些活性其实已经很差了。我之前看过 BBC 的园艺节目，其实这种情况可以回剪，然后这段新的可以作为一个扦插，那你就会有很多新的植株，因为它的生长点其实都在前端，一旦你长出来以后，这个位置木质化了，它就很难再开花了。在后面的这一个稍微已经有点过了盛花期的绣线菊，这个绣线菊我养的是第2年。它是养在一个大的盆里，开这种非常漂亮的小花，真的很好看。我觉得它特别适合用来做插花使用，它的花枝无论是从它的形态还是说它整体的配色都很适合，跟所有的花卉都很搭。有想过把它地栽，现在正在考虑应该把它栽种在哪个位置，因为我真的很想把它剪下来做插花，但现在只是一个盆栽，我就不是很舍得。相信它一旦地栽的话，会长得很丰。那当然，进入4月，我们的月季现在也正在打花苞的状态。我家院子的最适合种月季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地方，但比较可惜的，在这里它没有办法地栽，所以全部都只是花盆以及花箱的栽种。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部分品种它已经是开花了应该是部分品种它已经花苞显色了。例如这一个是焦糖古董，是一个切花。我在盆栽的这些里面收集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切花品种，我在去年都没有展示过，因为去年它们还是一个小苗的状态。
今年它们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了，所以在它们开花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看一下。不过切花，因为它的培育的目的是为了供应商用的嘛，因此呢，通常来说，它的切花它可能更注重是花朵的品质，而不是在庭院的抗性。因此，在我手上，我观察下来，大部分的切花品种，它们的抗性都一般般。例如，在我们北加州，白粉比较频发，那大部分婚礼的切花月季，它们的白粉都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是不打药的，我只能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法去控制一下，倒是不影响开花，只是整体看着就不是很好看，它的叶子看着不好看。譬如这一个焦糖古董，我觉得它抗白粉性还是不错的，它的花苞现在也是已经显色，应该下周就能够开了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红色的这一丛被我种在了这一个树月季下面的这一个，就是去年种下的金鱼草，今年是它的第2年，开始它第2年，它真的长得好壮。我觉得金鱼草某种的程度来说，可能比狐狸的手套或者是毛地黄更适合在加州这个干热的环境。我觉得它真的花剑很长，大概有一个手臂那么长，你看很好看花期整体花期很长。它这一丛，我记得我上一期节目已经给大家展示过，它现在还在开，上面还有很长的花穗，非常的推荐有金鱼草，而且它能够过冬，在我们这边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花茎植物。在这一棵金鱼草跟它搭配种植的伊芙伯爵也已经准备要开了，有一朵已经率先开放。看一下在这一片花香里面的黄金庆典，它的花苞也是满满的，后面的铁线莲也是准备要绽放。这一个龙首宝石，天哪，我好像进入了一个丛林里面。龙沙宝石今年真的是长得好丰呀，看来我给它放的那些虾干还是有点作用的。那今天就到这里。春天真的是一个让人心动的季节，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您能订阅、点赞，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过2周在月季绽放的时候再见，拜拜。